当爷爷今天观察到乐宝的园区有几个不合理的地方，便立马拿着工具来到现场。江爷爷的权力就是大，不用申请与报备，看到不合理的，立马就可以给其处理了。江爷爷拿着锯子给眼前这个木头上的所有凸起的疙瘩给锯掉了。对于圈养动物的饲养员们来说，任何的小事儿都可能是件大事儿。动物们生活的好不好，取决于饲养员能读懂动物的心思多少。江爷爷一边工作一边给游客们解释，乐宝喜欢踩在上面散步，因为这些树老了，乐宝在上面磨损多了，这些树节就会凸出来，所以需要定期清理。江爷爷还幽默地表示，自己起初是想给爱宝的园区清理的。乐宝看到后吃醋了，自己立马又来到了乐宝的院子。等锯完全部检查完，确保没有后，江爷爷才心满意足地离开。而这时，瑞宝这里在隔壁园区看到爷爷在敲敲打打修理园区，瑞宝也学上了。瑞宝修理起了自己的小瀑布，因为宋爷爷铺在小瀑布上的雪都化了，堆积在瀑布口的石头裸露了出来。瑞宝宛如大力士一般，一下就给一块大石头搬了起来。小小年纪就有如此大的爆发力，瑞宝前途无量。而辉宝出门主打享受，在小树上一睡就是一上午，睡到一睁眼，发现别人都回家了，园区又只剩自己了。辉宝一睁眼，发现爷爷出现在了自己面前，意识到自己又睡过头了。辉宝赶紧从树上下来，然后一路小跑，跟在爷爷屁股后面走回了家。辉宝走回园区后，突然有点懵，都变成慢动作了，一种熊在前面走，神在后面追的感觉。永宽看到乐宝最近爱采摘关景竹，意识到乐宝近期是对关景竹独有胃口，于是永宽索性也不用乐宝自己采摘了，永宽直接给乐宝采摘好，处理成合适的大小，跟其他竹子一起给乐宝准备好。乐宝来了就可以直接开吃了。昨天永宽下班前还特意为姐妹俩将小晾台收拾了出来，但今天瑞宝却又不想出门了。江爷爷来火，但是根本没用。瑞宝表示，室外的冷风哪有室内的恒温空调舒服。江爷爷怕瑞宝饿着，给瑞宝在树上放了许多的竹子，不过好在还有辉宝。辉宝出门后就来到了爷爷给自己收拾好的小晾台上，不然永宽真的白忙活了。辉宝最懂给人提供情绪价值，辉宝趴在小晾台上很快就睡着了。而爱宝吃饱了，打算丢下辉宝直接回家。辉宝一觉醒来，天塌了，妈妈不见了。不过江爷爷及时出现在了辉宝的视线中，同时还给辉宝送来了一些自己进行裁剪好的小竹子。辉宝碰巧伸了下手，像是在跟爷爷礼貌答谢，简单小吃两口。辉宝从树上下来了，腿虽短，但是胆稳重。下来后的辉宝没有回家，而是追在爷爷屁股后面和爷爷玩了起来。刚好江爷爷也可以借陪辉宝玩耍的理由，释放一下心中的那个少女。江爷爷跟辉宝打起了雪仗，辉宝顶着皮套埋头往前冲，辉宝玩不过爷爷，连连挥手让爷爷不要再弄了。江爷爷摸了摸辉宝的头，摸头不是抱歉，而是辉宝还得再练。玩耍过后，辉宝便乖乖跟爷爷回去了。让瑞宝抢着从室外回室内的事情，只能是瑞宝想起了床上妈妈的那块胡萝卜。瑞宝直奔小床，钻进妈妈的竹子堆里，就开始翻找。瑞宝目标明确，很快就找到了胡萝卜，转身找了个舒服的位置坐下开吃。但瑞宝刚啃2口，永宽就从门里出来了，绕到瑞宝背后。此时瑞宝已经感觉到了永宽的气息不对，打算起身逃跑，但结果迟一步被永宽抓住了。瑞宝偷偷给胡萝卜咬断了，给了永宽一半。永宽发现瑞宝嘴里还有一大块，又给其抢了过来，跟瑞宝斗，多少要长个心眼，不然很容易被瑞宝迷惑，亦或是心软。上午爱宝一家在室外园区也很是安逸，爱宝就是忙着四处吃竹子，辉宝还是出门就爬到小晾台上晒太阳，瑞宝则是继续漫无目的的给妈妈当跟屁虫。不过瑞宝也是惬意，看到妈妈吃竹子，自己也拿过一节竹子，将上面的竹叶放在嘴巴里跟妈妈一起吃。妈妈在吃其他竹叶时，瑞宝帮忙给妈妈扶着。眼看妈妈吃完准备换地方了，瑞宝也赶紧跟上。瑞宝急着要去别的地方玩，给自己嘴里塞了满满一嘴的竹子，起身起来了。等爱宝吃完饭准备回家时，瑞宝又赶紧跟上来。不过这次通道门打开后，爱宝没有着急回去。爱宝突然对自己的这个通道门口产生了强烈的感情，在通道门口不断的进来进去。瑞宝好奇妈妈在干嘛，探出头查看，但看半天也没搞懂妈妈的意思。一会儿就连辉宝都从树上下来了。爱宝对通道门口还是依依不舍的，不过辉宝就在爱宝的后面，爱宝前脚刚起来，辉宝就将刚才妈妈在通道门口的标记覆盖成了自己的。福宝与爷爷这个电影更像是在跟福宝说告别，以及饲养员们在努力跟福宝的这段生活做结尾，让福宝回国后的生活另起自己人生中新的一个段落。
而且自福宝出生时，甚至爱宝刚怀孕时，爷爷就知道福宝4岁的时候就会回国，因为这是国际贸易公约，不管大熊猫幼崽出生在哪一个国家，到了4岁的年龄都要无理由的回到他们的家乡。而江爷爷能做的，只有在这个4年里全心全意的去爱惜它，保护它能有一个美好的未来。大电影的开头就是在诉说福宝要离开的事情，这是福宝离别前的最后一个冬天。江爷爷在园区停下车，徒步走进园区。江爷爷此时心想下雪了，今天的福宝一定很开心。而宋爷爷对冬天的描述则是，冬天就像是大自然赐给大熊猫的礼物。江爷爷走进园区，遇到了熊猫世界的其他饲养员，已经开始清理园区的雪了。很快江爷爷也加入了进来，这是在为一会儿游客的到来做准备。而与此同时的房间里，圣西姨母正在搬运着竹子，而宝家们的房间里则是另有饲养员在打扫。宝家从来不只是有江爷爷和宋爷爷在战斗，他们是一个10几人团结在一起的大家庭。宋爷爷则在给宝家放置园区的竹子，各尽其责，分工明确。当然，宝家每天的食物用量也不只是由2个爷爷来准备，也有其他人一起分担。今天是江爷爷为瑞宝、辉宝冲的奶粉，江爷爷拿着刚倒完的奶瓶放在瑞宝、辉宝的鼻子上，给他们闻了闻，上面残留的奶粉的气味一下就给姐妹俩从睡梦中勾了出来。而福宝这时来到了他那刚被打扫好的房间，准备每天早上的体检。瑞宝、辉宝吃完盆盆奶，也开始了自己这活力满满的一天。很快，爱宝带着姐妹俩出发去上班。等宝家全体成员都开始上班了，这时到了宝家饲养员的早操晨会时间。早操过后，饲养员们大体了解了一下今天一共有多少名游客。오늘입장예측은 8,500명에 관제 700분 계시고 시작! 좋아 오즈 좋아 가요! 而江爷爷这里则在监控器前协调着各个位置的伙伴们，确保宝家状态一切正常。这是第一天韩国下大雪时，因为路上的雪太大了，而且都没有清理，永宽没法开车去爱宝乐园，所以便打着一把小雨伞徒步走去爱宝乐园。永宽相对于如何去园区更担心的是昨晚瑞宝、辉宝的状态如何。永宽表示，要是知道能下这么大的雪，自己昨晚就不回家了，留在园区陪瑞宝、辉宝好了。看着这条路上这几条脚印，说明今天没几个人出门上班，但永宽一步一个脚印走的是这般坚毅。来到园区后，姐妹俩状态还不错，虽然外面大雪飞扬，但是瑞宝、辉宝这里温暖如春。永宽拿着一根竹竿，让瑞宝、辉宝出体验体检的感觉。姐妹俩一个比一个认真，抢着将头钻进体检台的空间里，但是放错了部位，应该放手的地方，姐妹俩却将自己嘴巴放了出来，是因为这样可以离小零食更近一点。一会儿永宽出门打扫室外园区的雪，辉宝这里频繁来到通道门口，示意自己想要去室外园区玩。永宽不断讲解着大道理，表示辉宝不能出来。最后辉宝真的离开了，当然并不是因为辉宝听懂了，而是被永宽的碎嘴子念叨跑的。辉宝表示碎碎念念的听得我脑壳疼。虽然不能去室外，但永宽给姐妹俩送来了胡萝卜。吃到胡萝卜的辉宝虽然去不了室外，但有了胡萝卜也很知足了。